拜见小少主。这5个字映入耳帘，楚风顿时内心一震，赶忙上前将羽薇大人搀扶了起来。前辈，您认识我爷爷？楚风问道。之所以这样问，楚风也是有自己的考虑。若对方认识他的父亲，或与他父亲有关系的话，应该会称他为少主。可对方既称他为小少主，那便说明这位羽薇大人应该是认识他的爷爷。我听闻过你爷爷，但是未曾见过。羽薇大人说道。你没见过我爷爷？听到这里，楚风微微一愣，但很快却反应了过来，于是赶忙问道：前辈，您认识的是我奶奶？听到楚风这样一说，羽薇大人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慈祥的笑容。你的奶奶正是老奴的小姐。羽薇大人说道。前辈，那您可知道我奶奶当年遭遇了什么？可有听闻我爷爷现在的下落？楚风接连问道。楚风现在觉得之前偶遇的婆婆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奶奶，可那婆婆的精神状态却很不好，再加上其父亲当年被送回来的时候身上散发着浓郁的血腥气，便让他意识到当年一定发生了什么，所以他的父亲才会被送回来。你知道你奶奶遭遇了不测？羽薇大人有些意外地看着楚风，而他的这个反应更是证实了楚风的猜测，他奶奶当年的确是遇了不测。前辈，请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楚风追问道。毕竟这可是关乎其奶奶与其爷爷的事情。而后羽薇大人便为楚风讲述了起当年之事。羽薇大人出生自图腾天河，本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在一次遭遇劫难之际被金龙焰宗所救，并被收留，成为了金龙焰宗的婢女。因表现优秀，在金龙焰宗宗主之女诞生之后，便被派去照顾金龙焰宗宗主之女。而这位金龙焰宗宗主之女名为宋洛以。宋洛以的母亲在其出生没多久便去世了，所以宋洛以可以说是被羽薇大人抚养长大，二人关系极好，已是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而宋洛以修武方面精才绝艳，小辈之时便是其所在星域公认的最强小辈，同时在其星域还有着第一美女的美誉。这样的宋洛以自然得到各门各派无数天才的欣赏，上门提亲者简直数不胜数。只是宋洛以却是一个都看不上，那些所谓天才自然都被拒绝。于是人们都以为宋洛以一心修武，对感情之事并无兴趣，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宋洛以不仅小辈之时名满天下，当其年龄超过小辈之后，修炼速度反而增长更快。而在宋洛以年满200岁那一年，宋洛以与其父亲参加了星域的一场盛会，当时星域内各方顶尖势力以及顶尖人物全部到场，所以宋洛以也只是以后辈的身份陪同其父亲去参加而已，绝非盛会主角。可不曾想，在那场盛会上，其父亲却遭到了星域内一位顶尖强者的羞辱，于是二人大打出手。最令人意外的是，其父亲竟败下阵来。要知道，在那方星域，金龙焰宗宗主的实力是能够排在第3的，这一败不仅使得金龙焰宗宗主的实力将下滑一名，金龙焰宗的地位也将下滑一名，那可以说是耻辱之战。金龙焰宗宗主自然也是遭受到了嘲讽与侮辱，金龙焰宗的一众高手自知不敌，也是不敢出手，只能忍气吞声。可谁成想，宋洛以却出手了。虽说宋洛以当时已是成名已久，可毕竟只是后辈，对方身为修炼2万年的大人物，自然没有将宋洛以放在眼中。可偏偏那一战，宋洛以赢了200岁的后辈，击败了2万多岁的顶尖人物，那一战自然是震惊八方。从此以后，宋洛以更是被认定为将成为星域最强者的存在，甚至许多人觉得他很有可能踏上图腾天河最顶尖行列。至此，宋洛以的名声达到了鼎盛，前程可谓一片光明。可就在这个时候，宋洛以却突然告诉羽薇大人，她怀孕了。此事让羽薇大人极为震惊，因为他对宋洛以很是了解。宋洛以不是对男人无感，只是他对另一半的要求太高，他要求另一半不仅要与他同辈，实力更是要强过于他，否则他宁愿终生不嫁。可是那个时候的宋洛以并未遇到这样的男子才对，怎么会突然怀孕呢？当时的羽薇大人还误以为是宋洛以不小心之下服用了什么特殊的东西，毕竟在修武世界之中，生孩子并不是非要行男女之事，有些宝物可以让女子不接触男人也能怀孕，可女子未缘成亲便怀孕，这种事传出去终归不太好听，哪怕是服用特殊药物而怀孕，也同样会使名声会受到影响。当时的宋洛以声名正是鼎盛时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所以羽薇大人便觉得一定是误服，若是误服倒也好解决，只要将孩子打掉即可，毕竟对于修武者而言，这是芝麻点的小事。可宋洛以却说他已经偷偷与人成亲，乃是有了相公之人，而这个孩子就是他和他相公的骨肉，无论如何一定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并且必须是10月怀胎，以保证这孩子的各方面达到最好。这让羽薇大人难以置信，因为宋洛以与他关系很好，几乎什么事情都会与他说，二人之间基本没有秘密。可他之前从未听闻宋洛以说过有什么意中人，就更别说与人成亲了。而后宋洛以倒是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一切就发生在不久前。在不久前，宋洛以前往其他天河历练的时候，闯入了一座遗迹，那遗迹极其凶险，宋洛以难以招架，幸亏被人所救，否则他必死无疑。那救了他的人其实年龄要比他大上很多很多，按理来说无法达到宋洛以的要求，可感情是非常神奇的，就算定了再多条条框框，可当遇到心动之人时，那些便也不再重要了。宋洛以便是如此，他之前也是定下了许多要求，觉得必须全部达标才能成为他的意中人。可当他被此人所救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这个人就是他在等的人，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此生他就是非此人不嫁。而根据宋洛以所说，此人修为极强，宋洛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修为大涨，后面击败那位星域内顶尖人物就是受此人指点。只是从遗迹出来后，此人竟对宋洛以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原来此人要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他不知此行能否安然归来，但是他不想死而无后，所以想让宋洛以帮其生子。而他不知道的是，宋洛以其实早已喜欢上了他，
并且已经决定非他不嫁。但哪怕如此，宋洛乙也并未直接同意，而是询问道：为何选中了他？此人的回答乃是：他虽然年岁不小了，却也并非随便之人，自然也不愿随便与人生子。他是因为对宋洛乙一见钟情，才想着与宋洛乙生子的。若是宋洛乙接受不了，不发生身体接触也可以，只要宋洛乙帮忙即可。其实说白了，就是另外一种手段生子。但若是成功，这孩子仍是二人的骨肉，毕竟这是取了两个人的体内精华，这对于修武者而言是小事。毕竟修武到了这种境界，对身体的掌控早就如火纯情，只要想生孩子，无论是想生男的还是想生女的，都可以随意掌控，甚至想生10胞胎都没问题。同样的，不发生身体接触，只要各取身体精华，同样可以生子。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母亲体内生下的孩子仍是最好。但此人也深知此举极为自私，甚至有些过分，所以他当时便也说了，若是宋洛乙不愿意，他也绝无怨言。可没成想，这个回答却让宋洛乙非常满意。宋洛乙当场同意了，但却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二人必须要先拜堂成亲。于是二人便在当晚拜堂成亲，而后做了夫妻之实。次日，此人便离开了。离开前告知了宋洛乙他的家族在哪里，且若是以后生子，其儿子应该叫什么，同时还给其儿子留下了一本玄功。同时离开前也曾许诺宋洛乙，只要他能安然归来，必定会前往金龙焰宗上门提亲，把宋洛乙风风光光的迎娶回家。而此人正是楚风的爷爷楚汉宪，这宋洛乙自然也就是楚风的奶奶。只是得知此事之后，宇威大人考虑到楚风奶奶的名声，并不同意10月怀胎，而是想以其他方法将此子降生。因为10月怀胎是最原始的方法，不仅肚子会有显现，还需要养精蓄锐，调养身体。这对于当时楚风的奶奶而言，不是难不难的事情，而是不该做的事情。可楚风的奶奶却坚持要这样做，宇威大人也没有办法。但此事必须瞒着金龙焰宗宗主才行，所以不能留在金龙焰宗之内。于是楚风的奶奶便以外出历练为由，带着宇威大人离开了金龙焰宗。而在楚风的奶奶如此精心的准备下，楚风的父亲楚轩辕自然也是顺利诞生。只是少主生下之后，话到此处，宇威大人的表情变得痛苦，甚至有些恐惧。显然那后面的事于他而言，不仅记忆犹新，更是非常可怕。后来怎么了？楚风知道后面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他父亲身上充满血腥之气的事情。小姐当初在那场盛会上一战成名，可却也被星域的霸主势力视为威胁，于是便找来了图腾天和有名的暗杀组织来追杀小姐。说来也巧，那暗杀组织找到小姐的时候，正是小姐刚刚生下少主没多久，身体最为虚弱的时刻。但是好在那一战，小姐还是赢了。可是没过多久，星域的霸主势力便做出了更卑鄙的事，竟以莫名虚有的罪名讨伐金龙焰宗。他们不仅将宗主大人抓了起来，还当众施以酷刑，逼迫小姐现身。小姐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可宗主大人毕竟是他父亲，他自然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便让我将少主送回楚氏天族，而小姐她则返回了金龙焰宗。我将少主送回楚氏天族之后，便想着回去找小姐，可谁曾想途中遇到了暗夜神河开启。当时暗夜神河给我的感觉，若是跳入其中会有机缘。我自知修为有限，回去也帮不到小姐，但此次机缘也许是次机会，于是便进入其中。可谁曾想，这竟是一条不归路。话到此时，宇威大人也是满脸的惭愧。他惭愧的是，因为他一时贪念进入此地，而没能去见楚风奶奶最后一面。前辈，我奶奶她应该还在世。楚风说道。小姐还在世？小少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听闻了什么吗？可否告知老奴？宇威大人悲伤的眼眸中竟涌现出一抹狂喜，那是一种在黑暗之中见到了一道曙光的兴奋与激动。前辈，您看一下，此人可是我的奶奶。楚风说话间，从怀中取出一幅画像，那画像中的人正是楚风之前所遇到的那位神秘的婆婆。这位婆婆的容颜被火烧毁过，可以说已是面目全非，正常来说很难认出她是谁。可偏偏当宇威大人看到这幅画像后，情绪却变得异常激动，双眼更是瞬间被泪水覆盖。小姐，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扑通一声，她跪在了地上。哪怕画中之人已是面目全非，且已是苍老的老太太，可宇威大人还是凭借那残缺的五官，便认出了她就是自己的小姐宋洛乙。而见此情形，楚风也是心中一阵刺痛。尽管早有猜测，可当确定的时候，他还是不由回想起那婆婆悲惨的模样。她竟真是自己的奶奶，而自己的奶奶之前必定经历了极为残酷的事情，否则不会变成今日模样。前辈，告诉我，那暗杀我奶奶的组织叫什么？那迫害金龙焰宗的势力又叫什么？楚风接连问道，因为他知道这两个势力必然就是害了他奶奶的凶手。那个组织叫做仙屠，那迫害了我金龙焰宗的势力叫做司徒界灵门。司徒界灵门，听到这两个势力的名字，楚风双拳不由握紧。仙屠这个势力他没有听闻过，可司徒界灵门楚风不仅听闻过，他还与司徒界灵门的人打过交道。之前司徒界灵门的人就给楚风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不曾想那司徒界灵门竟然还是残害了他奶奶的罪魁祸首。宇威大人，时间到了。可就在此时，店外忽然传来了声音。虽然宇威大人进行了封锁，外面的人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可是外面的声音他们却是能够听到的。只要小姐还活着便好，小姐还活着便好。宇威大人一边说话一边擦干眼泪，且还对楚风问道，小少主，这幅画能否送给老奴？当然可以。楚风说道，多谢小少主。见楚风阴郁，他才叫这画卷收起来。明明只是普通画卷，可他视若珍宝，收的小心翼翼。小少主，您刚进入这里，对于此处应该很不了解，我让老白为你讲述一下这里的事情。老奴现在有事情要去处理，请小少主容许老奴离开片刻。宇威大人对楚风请示道，前辈，您要去做什么？
直接去便是，不用这样向我请示的。楚风说道。小少主放心，只是小事，老奴去就来。羽薇大人说道。好。楚风点了点头，随后羽薇大人便将楚风带了出去。而此时外面已是聚集了数千万人。诸位听着，此人名为楚风，乃是我家小少主，以后他便是此地的主人，以后这里一切将由他说了算。羽薇大人说道。听闻此话，众人皆是有些意外，尤其是白大人等见过楚风的人，这不是刚进来的吗？怎么就直接成为此处的主人了？愣着做什么？还不给主人施礼？羽薇大人说道。拜见主人。而他此话落下，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是立刻对着楚风施以跪拜大礼。诸位快快请起。我其实，楚风并不想做此处的主人，只是也不好驳了羽薇大人的面子，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老白，此次你就不用去了，带着小少主逛一逛，他想知道什么，你都如实告诉他。羽薇大人说道。老夫遵命。白大人也是立刻应下。而交代完之后，羽薇大人又看向楚风，小少主，还请见谅，老奴去就回。他不仅当众对楚风施以大礼，并且还当众以老奴自称。这一番举动，再度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看得出来，羽薇大人在他们心中地位极高，也正因如此，羽薇大人此举让他们有些难以接受。这就好像是众百姓眼中高高在上的皇帝，突然对着一个陌生人下跪且自称老奴，人们自然难以接受。但羽薇大人却是根本不在乎这些，从此倒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楚风的奶奶极为忠心。随后，羽薇大人便带着这数千万人御空而起，向远处行去。转眼间，便只留下了楚风与白大人。而此时，白大人看楚风的眼神则完全变了。前辈，现在相信我了？楚风问道。现在不是相不相信你的事了，现在是你快把老夫吓死了，咋回事啊？你咋就成这里的主人了？白大人满眼不解且好奇地看着楚风。对了，一定是与你的父亲楚轩辕有关。我说小友，不，主人，您的家父楚轩辕大人，他到底是何人啊？白大人十分好奇地问道，并且可谓一脸凝重。他对楚轩辕的关切，简直让楚风感到惊讶。你为何对我父亲如此好奇？楚风也是好奇地问道。随后白大人说出了缘由，原来他跟随羽薇大人很久，别看他修为不强，可对浑元妖草的种植却是最熟练的，乃是这里不可或缺的人才。再加上羽薇大人初到此处，他帮羽薇大人做了不少事情，可以说是此地羽薇大人最信任的人。很多时候羽薇大人做事情都会叫他陪同，有2次羽薇大人实在疲惫，便休息睡着了，而其在梦中便多次呼唤过2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小姐，这是呼唤最多的，而另一个就是轩辕，偶尔一次还说出了全名，也就是楚轩辕。关于这个小姐，白大人是知晓的，就是羽薇大人之前的主人，但是这个轩辕是谁，白大人则不知道。他曾询问过，可是羽薇大人也是不肯说，白大人便自己认为这个轩辕可能是羽薇大人的爱人，毕竟轩辕一听就是个男人的名字。这也是为何见到楚风的时候，觉得楚风的父亲应该也在这里，毕竟那个时候他认为楚风就是这里的人，既然楚风是这里的人，那楚风的父亲必然也是这里的人。可后面才发现，原来楚风真的是刚进来的。至于为何羽薇大人不愿告诉白大人关于自己父亲的事，楚风觉得可能是下意识的想要保护自己的父亲，所以哪怕对白大人极为信任，却也不愿意告知。而现如今这大千上界以及祖武星域，谁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呢？所以楚风觉得他倒也不用对白大人隐瞒自己的父亲。前辈，那你可听闻过楚氏天族和楚汉仙？楚风又问道。知道，楚氏天族可是大千上界的主宰者，老夫身为大千上界之人，岂会不知晓？至于楚汉仙，我也听闻过，据说那可是楚氏天族出来的绝顶天才。白大人说道。而话到此处，他猛然想起了什么，随后瞪大双眼看向楚风。我的乖乖，你也是那楚氏天族族人？白大人问道。对啊。楚风笑了笑，老糊涂了，被困在这里太久了，你不提我都快忘记楚氏天族的事情了。楚汉仙也是老夫听那些后来之人说的。白大人叹息道。对了，你为何要问楚汉仙？难道你认识那位绝顶天才？白大人问道。何止认识，那可是我爷爷。楚风得意地说道。我擦，真的啊？听闻此话，白大人也是大惊，随后更是猛拍脑门，苍老的脸上露出一副豁然开朗的模样。我明白了，羽薇大人的小姐就是你的奶奶对吧？楚轩辕是你父亲，也就是羽薇大人的少主，所以才称你为小少主。白大人问道。对头，正解。楚风对着白大人竖起了大拇指。老夫活了这么多年，这么简单的关系还捋不顺，那不是白活了？白大人虽然嘴上谦虚，可那表情分明就是非常得意，但很快又问道。那你的奶奶叫什么啊？也是大千上界之人吧？是哪个势力的？该不会也是楚氏天族吧？这个羽薇大人没告诉你吗？楚风问道。没。羽薇大人嘴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白大人说道。羽薇大人不说，我也不说，你去问他吧。楚风露出了一抹坏笑，他倒不是不信任白大人，他看得出来白大人别看有点老顽童的感觉，但应该是一个憨厚正直之人，否则不会得到羽薇大人的信任。而是羽薇大人不说，便必然有羽薇大人的考虑。况且自己的奶奶可是背负着血海深仇，而那司徒界灵门实力深不可测，在正面与司徒界灵门宣战之前，保密自己与奶奶的关系，倒也的确是一件正确的选择。不说就不说嘛，老夫就是好奇，本来还以为那轩辕是羽薇大人的爱人，不是就好，嘿嘿。白大人这把年纪，苍老的脸上全露出了憨憨的傻笑，而楚风则是从白大人的笑容中看出了不一样的地方。于是楚风笑眯眯地问道。我终于知道你为何这样关心我父亲是谁了，原来您喜欢羽薇大人啊。而楚风此话一出，白大人顿时慌了。别胡说，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呢？我这一把年纪的老头哪敢动这种心思，而且我也配不上羽薇大人啊。楚风小友，不，少主千万别胡说呀，老夫不敢。白大人赶忙解释。在这短短一瞬间，他紧张的连冷汗都出来了，可他这样的反应
更是让楚风确定了，他就是喜欢宇威大人，不过应该是暗恋。白大人，闲聊到此为止，还请您告诉我关于这里的事，为何我们进来这里便无法离开了？是有出口出不去，还是根本没有出口？楚风问道。根本就没有出口，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宝藏，而是一个陷阱。白大人叹道。陷阱？楚风表情微微变化。少主，你随老夫来。白大人说话间，便带着楚风来到了城外那金色的河流前，也就是暗夜神河的入口处。若是楚风没有领悟到结界门，而是顺着结界隧道一直前行，应该就是会从这条金色河流内出来。白大人带着楚风进入河流之中，快速下潜。而下潜之后，楚风才发现这河流比楚风预想的还要深得多。而快要到达底部的时候，从下方有光芒传来，越是靠近光芒越浓，只是伴随那光芒而来的，还有一种很是不好的压迫感。从这压迫感便已是说明，这散发光芒之物并非善类。虽然还未靠近，可凭借超于常人的视力，楚风就已经看到那究竟为何。原来那是一道巨大的石碑，这石碑之大，高达足有万米。值得一提的是，石碑最下方还有着一道结界门，而实际上那种不好的感觉正是这结界门中传来的。而石碑上面更是写满了字体，看到那上面的字体，楚风顿时眉头皱起。那大概内容为：此地是一个远古存在的领地，但凡是进入此的者，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荣耀。那荣耀便是成为他的手下。手下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奴仆，另外一种可以成为他的卫兵，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奴仆可以保留自己的灵魂，但是要做的就是如平民百姓一般的工作。奴仆需要养一种名为浑元妖草的特殊植物，并且每日都要拿一定数量的浑元妖草到献魂殿进行献祭，如果不然会有惩罚的力量降临这方天地，对每一个人进行惩罚。至于选择成为卫兵，则是需要献祭自己的灵魂。这里有说成为他的卫兵是更忠诚的追随，会得到更强的力量，但成为卫兵后具体要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只是说若要成为卫兵，只要踏入那座石碑下方的结界门即可，若不想成为卫兵，就要成为奴仆。很显然，宇威大人、白大人以及城池内的所有人就是选择成为了奴仆，所以说这里的人都是选择成为奴仆之人。楚风问道。是的，主人，我们都是不想献祭自己灵魂的人，虽被困在此处，可至少还想做自己，当然也都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与后人离开这里。可若是献祭了自己的灵魂，那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离开了。白大人说道。你们就只需要种植浑元妖草吗？那是否会得到好处？楚风问道。好处？哪有好处？我们就真的只是奴隶而已。白大人说道。可此处之人的修为是怎么回事？他们应该也都是从大千上界进来的吧？为何有的人修为已经踏入了5尊境？楚风又问道。不，你误会了。其实进入这里的入口并非只有大千上界的暗夜神河，在其他星域甚至其他天河也有，所以其实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其他地方进来的，从我们大千上界进来的反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后面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地方的入口都关闭了，现如今好像便只剩下大千上界的入口了，但开启的时间很短暂，所以进来的人数也不多。上一次开启还是宇威大人进来那一次呢，那一次就只有宇威大人进来了。白大人解释道。原来是这样，这倒是让楚风理解了为何此处之人的修为差距会如此之大了。原来暗夜神河的入口不仅大千上界有，其他星域甚至其他天河也有，只是后面不知是何原因，那些入口便没有再开启过了。那此处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你们有见过吗？楚风问道。没有，我们从未见过。白大人说道。那些献祭了灵魂的卫兵呢？他们去了哪里？楚风又问道。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区域，2个区域是互不相通的，不过每隔10年封锁2个区域的结界都会开启一次，开启之后他们便会来这里讨要走大量的浑元妖草，并且还会带走1万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和2万名年轻的男子。白大人话到此处，眼中涌现出了怒火甚至杀意。1万名年轻貌美的女子，2万名年轻的男子。听到这句话，楚风就察觉到那些卫兵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好事，但还是问道。他们做什么？不知道，反正送过去的人无论男女就再也没有见过了，想必不会落得好的下场吧，毕竟他们已经算不上是人了。白大人叹道。这句感叹更是证实了那些卫兵应该作恶多端。那你们若是不交呢？楚风问道。不交，我们没办法不交。那些卫兵因为献祭了灵魂，在这里是可以得到好处的，也正因如此，每年都会有人背叛我们，选择成为卫兵，所以那些卫兵的实力也自然远强于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不交啊。白大人说道。他们之中最强的是何修为？你可知道？楚风问道。他们之中有很多5尊境的强者，至尊境的强者更是数不胜数，而最强的那个乃是半神境。白大人说道。具体是何境界？您可知道？楚风又问道。老夫与他们修为差距太大，哪怕每次见面，那个老家伙都会释放威压来吓唬我们，可我们其实感受不到他的具体修为。但是宇威大人说过，他的修为是在2品半神。白大人说道。那宇威大人是何修为？楚风觉得宇威大人的修为应该是低于2品半神的，如若不然不会任由对方肆意妄为，但能够区分对方的修为，宇威大人的修为应该也是不会太弱。至于为何楚风无法感受宇威大人的修为和气息，那必然是他身上有着能够隐藏修为和气息的至宝了，这也正常。虽说宇威大人出身不高，可毕竟后面与自己奶奶关系极好，被自己奶奶视为母亲一般的存在，宇威大人身上有这样的至宝反而是正常的。宇威大人可厉害着呢，他之前的修为在9品5尊，不过就在前段时间，宇威大人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1品半神境，刚刚闭关修炼，就是在稳固修为。而且宇威大人说，哪怕是1品半神，但他也可以抗衡那些卫兵，所以这一次会面，宇威大人已经决定不让他们带走我们中的人了。白大人说道。你是说
刚刚羽卫大人他们离开，就是与那些卫兵会面了。楚风问道：“哎呀，没，我是说以后。”白大人赶忙笑着解释，可是他笑得很假。楚风一眼就看出他是在说谎。白大人，告诉我羽卫大人他们去哪里与那些卫兵会面？楚风问道。那些卫兵绝非善类，而羽卫大人决定不让他们带走自己这边的女子，双方必然会爆发冲突。虽说羽卫大人说他一品半神境能够对抗那些卫兵，可终究还是差着一品修为呢，所以也有不确定性。对于此事，楚风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况且楚风现在还有着插手这件事的能力。哎呀，时间真的还没到，他们是做其他事情了。白大人辩解道：“你若不说，那我就自己去追。”楚风说道：“别，哎呀，楚风啊，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刚刚羽卫大人离开之前，其实对我有暗中交代，告诉我绝对不能让你知道他们去做什么了。你现在若是非要过去，那我就等于是老夫失职了。”白大人说道：“前辈，我过去不是添乱，而是帮忙，你难道不知道羽卫大人此举很是危险吗？”楚风问道。老夫当然知道，所以才不让你去啊。况且你一个小辈，能帮什么忙？就听我的话吧。白大人说道。而听闻此话，楚风微微一笑，紧接着楚风那8品武尊的威压便释放而出。你感受到楚风的威压，那白大人顿时目瞪口呆，简直被吓傻了。白大人，现在还觉得我帮不了忙吗？楚风问道。楚风，你这是何等修为啊？你也是半神境吗？白大人再度开口，声音居然都有颤抖了。他是真的被吓到了，因为他修为太弱，所以无法估算楚风的修为，但只能感觉到楚风的修为异常强大，所以才误以为楚风也是半神境。白大人，这你就别问了，快带路吧。既然你都称我为主人了，那这里的事情我岂能撒手不管？楚风说道。好，老夫这就带路。就算羽卫大人责罚老夫也认了。白大人咬了咬牙，也是做出了决定。而下一刻，他只感觉周围景象一阵变化，当他反应过来之际，竟已是离开了那金色河流，并且在以极快的速度向羽卫大人等人离去的方向追赶而去。我的老天爷啊，你这小鬼怎么有如此修为啊？这就是那位绝顶天才的孙子吗？现在的楚氏天族这么强了吗？那整个祖武星域，怕是也没有人敢不尊重楚氏天族了吧？白大人对楚风问道。楚风淡淡一笑，现在的楚氏天族已经得到了整个天河的尊重。听闻此话，白大人更是一惊，整个天河的尊重，那将是何等地位？这简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是看着楚风的笑容，再感受一下楚风的修为，他却又觉得楚风不像是开玩笑。这一刻，白大人的嘴角也是扬起一抹向上的笑容。本来他还很忐忑，不确定带着楚风过去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可现在他越发觉得带着楚风过去乃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在这个世界之中，有着一条黑色的河流，河流之中充斥着泥沙，因此河流流动之时，那咆哮之声非常刺耳。但相比于刺耳的咆哮声，那河流内所释放出的黑色气焰则是更加触目惊心。那黑色气焰冲天而起，将这片天地分割开来，它就是一条分界线。河流的这一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来羽卫大人等人生活的土地；而河流的那一端，不仅满是黑土，更可谓寸草不生，一眼望去何止荒凉，更是散发着令人不安的压迫感。那便是卫兵们生活的地方。眼下羽卫大人站在河流这一端，身后更是站着几千万人，这都是城中的精锐之人。修为较弱的人并没有来，可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却都是面露不安，紧张不已，因为在他们的对面同样站立着有几千万人组成的大军，只是那群大军看上去却是凶神恶煞。他们虽然身穿铠甲，可实际上却是骷髅，没有血肉，而身上不仅有那漆黑的铠甲，还散发着黑色的气焰，看上去宛如地狱走出来的军队。而他们其实都曾是活生生修武者，是因为选择成为了卫兵，献祭了灵魂，才会变成为现在这个模样。可成为卫兵的家伙们在这里能够得到莫大好处，所以他们的修为比之刚进入此地时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他们之中为首的那位，他进入这里已有3万多年，同时期跟他进入此地的修武者都已经活生生的老死了。可他不仅活着，修为更是达到了2品半神境。要知道他刚进入此处时也只是一个武尊，以他的天赋，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到半神境，就别说2品半神了。之所以能有今日成就，之所以能够活到这个岁数，正是因为成为了卫兵。但哪怕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成为卫兵，不因别的，只是因为不想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可他们却很惧怕这些卫兵，因为很快那条河流便会干枯，当它消失之后，这被分割开来的世界将合二为一，那些卫兵自然也可以踏入他们的领地。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楚风也已经悄无声息的已经带着白大人追了上来，但楚风并没有直接露面。楚风少主，我们不过去吗？白大人问道。先等一等，楚风说道。他既然已经赶到，便能够确保羽卫大人的安危，他不直接现身，是想暗中观察一些，从暗中确定一些事情。好，白大人虽不知道楚风到底是有何打算，可还是听从楚风的意思。至于楚风，则是已经开始观察此地的一切。楚风发现，那些卫兵虽然此时已是没有血肉，只剩下了骷髅，可他们的灵魂并不是全部没有了，他们的灵魂只是消失了一半，实际上还有一半的灵魂来维持生命状态。但是这一半灵魂其实属于是被束缚的状态，也就等于说他们其实是被掌控了。至于掌控他们的人，自然便是他们所献祭灵魂之人，也就是此地的主人。至于那条河流，其实是一种结界阵法，是远古时期的结界阵法，这阵法很强，只是看到这阵法，楚风便知道此地的主人非常厉害。楚风倒是不担心那些卫兵，因为有修罗大军在手，这些卫兵根本就不足为惧。可此地的主人，也就是那真正的罪魁祸首，
确实让楚风有些忌惮，因此楚风还需要再观望一下。而过了没多久，那条黑色的河流便开始干枯，干枯之后，那封锁天地的气焰也是随之不见，而这被分割的天地也终于是合为一体。那河流刚刚消失不见，羽薇大人便大袖一挥，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推向了卫兵们所在的那边，那里面所装着的便是浑元妖草。你们可以回去了。羽薇大人对众卫兵说道。回去？区浑元妖草就想打发我们？羽薇，你是真的忘记了我们要的是什么吗？卫兵中站在最前方的那位带着笑意开口了，而他也是这群卫兵之中唯一一个修为达到了2品半神的存在，也是这群卫兵的首领。若想从我们这里带走人也行，把之前带走的人带过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若是他们都过得很好，我可以让你们继续从我们这里带人过去。羽薇大人说道。宋羽薇，你是在和我讲条件吗？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只是奴仆而已，不仅是那位大人的奴仆，也是我们的奴仆。身为奴仆，连你们的命都是我们的，你居然敢跟我讲条件？卫兵首领讽刺一笑，随后便大袖一挥，去把他们都给我抓过来！去把他们都给我抓过来！卫兵首领此话说完，其身后的数千万卫兵便同时动身，浩浩荡荡的向这边冲击而来。然而，只见羽薇大人大袖一挥，一道武力漩涡便自其身前浮现，且武力漩涡迅速扩散，化作一道武力屏障，封锁了这片天地。见状，那些卫兵也是赶忙停下，他们都感受到了那武力屏障的坚不可摧，至少是他们所无法越过的。但他们倒也不慌，而是纷纷将目光看向了那位卫兵首领。1品半神，你居然突破到了半神境！卫兵首领看向羽薇大人，显然他也感到意外。浑元妖草，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们都会按照约定如数奉上，但要带走我们的人，这并不在约定之中，所以从今日开始，你们休想再从我们这边带着任何一个人。羽薇大人说道。可听闻此话，那卫兵首领却是放声大笑。宋羽薇呀，宋羽薇，你是脑子被驴踢了吗？是什么让你觉得你1品半神能够与我这2品半神进行抗衡的？你在我面前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卫兵首领最后一句话说出的同时，便直接动用了武力，那武力自其口中喷出，直奔羽薇大人的武力屏障冲击而去。两者相撞，羽薇大人的武力屏障瞬息之间便被摧毁开来，如同镜面一般化成粉碎。那是什么？可是这一刻，卫兵首领不仅没有得意，反而是不由一愣。他这一击可不是简单的要破开武力屏障那么简单，其实他这一击是冲着羽薇大人去的，他要给予羽薇大人一个教训。可是此时惊愕的发现，在那武力屏障被摧毁之后，他从口中喷射出的武力却无法靠近羽薇大人，还有一重力量阻挡在羽薇大人等人身前，将他的释放的武力挡了下来。而此时其他人也发现羽薇大人身体的变化，他的身上正散发着金色的光华，那光华神圣无比。1品半神的确无法阻挡2品半神，可他却能够阻挡于你们。羽薇大人此话说完，手掌向前一推，在其开口的同时，在拦住卫兵首领的地方，空间一阵剧烈的蠕动，紧接着一众金色的屏障也是随之出现。当那金色屏障的一刻，莫说在场之人，就连楚风也是目光变化。此时阵阵凤鸣不断传来，原来那不是简单的金色屏障，那屏障之中竟然还有着100只巨大的凤凰在屏障之中飞掠着，那场面极为壮观。而最重要的是，那金色屏障所散发的气息已是达到了2品半神，这是秘籍，好强的秘籍，竟然具备逆战1品的战力。楚风一眼就看出，那蕴藏着100只凤凰的屏障乃是一种秘籍，可是在半神境却具备逆战1品战力的秘籍，将何等强大！至少楚风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秘籍，羽薇前辈竟掌握着如此厉害的手段。看到那强大的秘籍，就连楚风也是有些意外。他虽然知道羽薇大人的实力应该不会太弱，可却没有想到羽薇大人掌握着这样的手段，可以说这是远远超出楚风预期的手段。小瞧你了，你居然掌握着这样的手段，这究竟是什么？卫兵首领问道。你不用管这是什么，浑元妖草已经拿到了，我们的约定已经完成，带着你的人回去吧。羽薇大人对其劝道。宋羽薇，你真的以为你这个手段能够拦得住我？1品半神终究是1品半神，拥有再厉害的手段，也不可能与2品半神抗衡。你现在最好束手就擒，如若不然，要是由我将你这屏障攻破的话，那倒霉的可就不仅仅是你。今日我会将你们所有人全部屠灭于此。那卫兵首领此话说完，滔天的威压便肆虐天际，伴随威压而来的还有可怕的杀意。尽管那威压被羽薇大人的秘籍挡了下来，无法伤害到他们，可在场的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那威压的可怕。但最令他们感到害怕的，却是那卫兵首领所散发的杀意。他刚刚说什么？他说他要将我们全部屠灭。这一刻，羽薇大人这边的很多人都开始瑟瑟发抖，他们脸上的恐惧越发明显。你们没有听错，我所说的就是将你们全部屠灭，因为宋羽薇的行为已经惹恼了我。你们真的以为这里没有了你们，我们便无法生存吗？你们这群卑贱的奴仆，未免太高估你们了。你们就只是卑贱的奴仆而已，这里有没有你们，一切都会正常。我之所以留着你们，乃是我心怀慈悲，可怜你们。可你们现在倒好，居然不知好歹，胆敢违抗于我，敢违抗主人的奴仆，便应当受死。卫兵首领察觉到了这些人恐惧的情绪，于是语气变得更加凶狠。羽薇大人，要不还是让他们进来吧？是啊，羽薇大人，就算要牺牲掉一部分人，可总比我们这些人全部死掉好啊。很快便有许多人开始劝羽薇大人，他们真的被吓到了，甚至为了能够苟活，他们宁愿牺牲掉自己的部分同胞。诸位不要听信他的话，他根本无法破开我这屏障，所以才出言蛊惑你们。如若不然，以他的性格会直接出手，根本不会说这么多。羽薇大人对众人说道。而听羽薇大人这样说，人们倒也觉得非常在理，
这卫兵首领平日里很是霸道，若有人惹恼了他，他的确会直接动手。可宇威大人此话刚刚说完，那边的卫兵首领便放声大笑起来。诸位，你们是真的愚蠢，居然会听信他的话。你们难道不清楚我们的实力吗？我们若是想屠灭你们，你们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里？话到此处，卫兵首领将目光投向了宇威大人。宋宇威，别说我无情，我再给你最后一炷香的时间考虑，你是乖乖认错，还是让这些人为你陪葬？你自己想清楚。话罢，卫兵首领便抽出了挂在腰间的腰刀。见状，其身后的数千万卫兵也都纷纷将腰间的腰刀抽了出来。与此同时，磅礴的杀意也是自数千万卫兵之中再度涌现。那杀意之强，甚至使得他们所在的虚空都变了模样，阴森恐怖，宛如人间炼狱。这俨然是已经做好了屠杀的准备。众卫兵此举让人们感到更加的害怕。宋宇威，你自己想死，可不要连累我们。于是人群之中竟有人指着宇威大人怒吼起来：大胆，怎敢对宇威大人如此说话？而此话一出，也立刻有不少人对其进行斥责。宇威大人，他有什么资格做大人？他到底为我们做过什么？浑元妖草能够顺利种植，靠的都是白大人，而不是靠他。这宋宇威他做过什么？他为我们做过什么？论资历，论付出，他都没有资格管我们。现在倒好，居然还要让一个莫名其妙跳出来的小子做我们的主人。他宋宇威真的觉得自己是我们主人了吗？把我们当他成他的狗，想让谁做我们的主人，我们就要认谁做主人吗？那位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对宇威大人的斥责之声越发刺耳。对，说得好，这宋宇威自私自利，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主人。首领大人，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愿听这宋宇威的，现在他阻挡你们，完全是这宋宇威的一己私心，与我们无关啊！大人，冤有头债有主，阻挡您的是宋宇威，您可千万不要将怒火牵连到我们身上。我愿意追随于您，我等一下就进入卫兵大门，成为您的手下。可谁曾想，越来越多的开始斥责宇威大人，甚至有人干脆给卫兵首领下跪。他奶奶的，造反了！见此一幕，白大人忍不了了，说话间便要走出去，可楚风却一把抓住了白大人。别急，你不想让更多人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吗？楚风说道。白大人愣住了，他愣住的不是因为楚风所说的话，而是他此时在看楚风，从楚风的眼中看到了一抹寒意，那抹寒意让他感到毛骨悚然，仿佛此时的楚风与先前的楚风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一般。诸位，你们还在等什么？难道真的要让我们的性命掌握在这个女人手上吗？她有什么资格？她根本就不配。很快，有人开始蛊惑其他人。宋宇威，快撤回你那屏障！你不想活，我们还想活呢。我们不需要你来为我们做主，快撤回屏障！要死你自己死，可不要拉着我们。而这蛊惑居然起了效果，越来越多人开始反对宇威大人，不仅反对，甚至直接出言咒骂。转眼间，咒骂宇威大人的人数就从几万变成了几十万。你们这群混账！此时，忠心于宇威大人的人们看不下去了，一个个释放出威压，是想要对那些辱骂宇威大人之人出手。住手！不得自相残杀！可还不待他们出手，宇威大人便立即开口制止住了他们的行为。宇威大人，那些忠于宇威之人很不甘心，他们不想宇威大人被人这样对待，可是还是听从了宇威大人的话。实际上，此时宇威大人的脸色也很不好看，他是真心要帮大家，却不曾想遭到这样的对待。可他宇威大人是心善之人，哪怕如此，他也并没有放弃这些人。可就是这样，反而使得斥责宇威大人越来越嚣张，且人越来越多。转眼间，已有近千万人明确表明不站在宇威大人这边，表示宇威大人的行为乃是宇威大人的个人行为，与他们无关。但他们大多数还算好的，只是表明不与宇威大人站在一起，只是表明了立场，并没有辱骂宇威大人。因为此时可是有着足足近百万人，不仅公然出言抵抗，甚至羞辱宇威大人，各种难听的话语不断向宇威大人丢了过去。他们是故意的，他们其实都是了解宇威大人的。虽然宇威大人掌管此地多年，是他们需要服从之人，可宇威大人从来都没有用过铁械手腕，乃是一个宽心仁厚之人。正因他们知道宇威大人不会对他们如何，所以他们才变本加厉，因为他们就是以这种行为来向卫兵首领示好，以避免遭到屠戮。可是一个两个倒还好，近百人同时辱骂，那声音可是非常的刺耳。所以不仅宇威大人，那些忠于宇威大人的人们脸色也是很是难看。宋宇威，你看到了吗？连你的民众都不支持你，你还不快快投降认输？卫兵首领讽刺地看着宇威大人，你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以你的性格，若能破开我这屏障，绝对不会在此多言。有本事你就自己破，想让我打开这屏障，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宇威大人坚定地说道。那你就等着让你的民众因你的固执行为而与你陪葬吧。卫兵首领杀气滔天，狠话更是不断，可偏偏迟迟没有发动攻势来攻击宇威大人的屏障。这种情况下，明眼人已经看出来宇威大人是对的，卫兵首领其实就是无法破开这屏障，所以才蛊惑人心。而偏偏有人贪生怕死，被其蛊惑。但是宇威大人倒也是坚定，哪怕被自己人抵制，甚至辱骂，也是不为所动。但偏偏也有人冥顽不灵，就是相信卫兵首领的话，觉得宇威大人是在害他们，于是各种恶毒的言语越发激烈。但宇威大人显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哪怕那些言语再难听再恶毒，他也是不打算自相残杀。这种情况下，那些忠于宇威大人的人们对其则是非常的心疼，可他们也没有办法，毕竟人心本就是有这样的黑暗一面。这个世界本来就不都是好人，甚至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大多数人不过是装好人罢了。可到了真的关乎他们利益甚至生命的时候，他们那丑恶的嘴脸就会原形毕露。宇威大人就在此时，宇威大人的身后又传来一道声音。要知道，那么多辱骂自己的声音，宇威大人都不作为所动。可是眼下，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却让宇威大人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他赶忙回头观望，因为他听出来那是楚风的声音。老白，你怎么把小少主带过来了？雨薇大人的第一反应便是斥责跟在楚风身后的白大人，尽管有着一定的把握能够阻挡这些卫兵，可他还是觉得此地有些凶险，并不愿意楚风来带这个地方。雨薇前辈，是我逼着白大人带我过来的，不要怪他。另外，我有一件事，希望雨薇大人能够帮我。楚风对雨薇大人说道。小少主，是何事？雨薇大人问道。将你这秘籍收起来，不要阻挡那些卫兵。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雨薇大人也是有些受到了惊吓。第一重惊吓是他没有想到楚风能看出来他所施展的乃是秘籍，这可是连那卫兵首领都没看出来的手段。而第二重惊吓也是最让他想不通的，此时能够挡住那些卫兵，就是靠这秘籍支撑。若是没了这秘籍，卫兵们必然会发动进攻，不仅他要遭殃，这些跟随他的民众也都要遭殃。前辈，请相信我，我不会让这些忠于你的人们受伤，至少不会让这群所谓的卫兵伤到他们。楚风对雨薇大人说道。其实此时雨薇大人心中有着诸多不解，并且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可他还是照做了。只见其大袖一挥，那强大的秘籍屏障便消散开来。雨薇大人，您……眼见着雨薇大人真的将那屏障打开，那些忠于雨薇大人之人也都是吓得不轻，看来还是有识时务的人。见此一幕，卫兵首领则是放声大笑起来，随后看向楚风：“你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新来的人？小子，你与这宋雨薇是何关系？竟能让他如此听你的话？”卫兵首领好奇地打量着楚风，哼！可楚风却是轻哼一声，完全不理那卫兵首领。而楚风这样的态度，则是卫兵首领万万没想到的。他本以为楚风劝雨薇大人解除屏障是贪生怕死，可看楚风现在的架势，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啊！小子，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也想找死吗？于是他恶狠狠地问道。可谁曾想，楚风依旧不理他，甚至都没有正眼瞧他。首领大人，我们愿效忠于您。而突然之间，有着近百万身影冲向了卫兵那边，并且在靠近之后，又立刻跪在卫兵首领面前。那些都是之前抵制与辱骂雨薇大人之人，你们很不错，刚刚对宋雨薇的辱骂深得我心，所以你们可以活下来。卫兵首领对那些跪在面前的降者说完此话，便看向了楚风等人。至于你们，皆是该死。话罢，卫兵首领的威压便笼罩了这方天地，把所有雨薇大人以及楚风等人都封锁在了当中。这一刻，被那威压笼罩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卫兵首领的杀意。大人，我们也愿追随您，求您网开一面。而此时，有更多人想向卫兵首领那边跑去，可却发现他们被威压控制在了一个范围内，根本无法靠近卫兵首领，于是只能跪在原地。这些大部人之前就曾表示不愿追随雨薇大人，只不过没有辱骂雨薇大人罢了。想要追随我，就要拿出一点态度来。卫兵首领此话说完，还特意看了一眼那些此时跪在其面前且之前辱骂过宋雨薇的人们，而他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那就是想要跟随我，就要与宋雨薇彻底决裂。于是许多人心领神会，于是各种恶毒的言语再度向雨薇大人席卷而去。宋雨薇，这都是你的错，你怎能听信他的话？他让你解除那屏障，你就解除，亏我们这么信任你，现在我们都要因你而死了。宋雨薇，你不配做我们的主人，你不配。此时，就连忠于雨薇大人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人开始斥责雨薇大人。这一幕看得卫兵首领以及身后的卫兵放声大笑。卫兵首领迟迟没有动手，其实等的就是这一幕，他就是要看到雨薇大人众叛亲离。宋雨薇，可悲不？你为这些人掏心掏肺，结果却遭受了这样的背叛和辱骂。其实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们的主人已然苏醒，主人苏醒后对我们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将你们全部除掉，你们都要死。话到此处，卫兵首领看向了那些跪在其面前的近百万身影，道：也包括你们。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是面色大变，那些跪在其面前的近百万人更是鬼哭狼嚎。首领大人，我们是真心追随您啊！他们开始哭爹喊娘，泪流满面的解释。可是卫兵首领却是一阵冷笑，想要追随暗夜之主的早就已经成为了卫兵，又岂会是你们现在的身份？觉得大难临头了就跪地求饶，你们这种货色不仅不配跟随我，更是不配跟随暗夜之主。卫兵首领冷冷地说道。暗夜之主，那就是你们的主人吧？楚风问道。正是，卫兵首领说道。那暗夜之主现在何处？楚风问道。想见暗夜之主，别急，你们会见到的。男人啊，去将他们所有人都抓过来。卫兵首领大袖一挥，数千万卫兵便向城池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没过多久，他们再度回来的时候，已是将城池内的数亿百姓全部抓了过来。随后，这些卫兵便带着楚风等众人向他们之前所在居住的地方行去。最终，他们来到了一片血红色的土地之上。血红色土地的深处有着一座诡异的古塔，而靠近古塔之后，能够闻到刺鼻的血腥之气。原来古塔的外面有着一个祭坛，祭坛之内遍布白骨以及大量已经干枯的血渍，而那浓郁的血腥之气也正是从这祭坛之中传来。看到那些白骨，许多人都是被吓得不轻，他们终于知道之前被卫兵带走的人们究竟去了哪里。原来他们都被献祭在了此处。看到那祭坛，所有人都是面如死灰，他们都觉得他们死定了。可唯有楚风紧紧地盯着那个古塔，把他们全都丢进去。卫兵首领大袖一挥，那些卫兵便准备将楚风等人丢到那炼化大阵之中，我看谁敢。而眼见着对方要动手，雨薇大人则是大喝一声，紧接着其身上便再度绽放起金色光华，显然他又要再度施展那强大的秘籍。可就在此时，却有一只手掌抓住了雨薇大人的肩膀，制止了雨薇大人接下来的动作。小少主，你……雨薇大人震惊地看向楚风，他的震惊不是因为楚风又一次阻止他，而是因为他能感受到楚风体内散发出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可楚风明明只是小辈，怎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而看着雨薇大人那震惊且错愕的目光，楚风则是微微一笑：“前辈，我不是说了，我不会让忠于你的人死去，至少不会死在这些卫兵的手里。”楚风此话说完，看向卫兵首领：“多谢你将我们带到此处，不过你们的任务完成了，便也可以去死了。”楚风对卫兵首领说道：“小子，你他娘的在说什么胡话？”卫兵首领也是十分诧异的看着楚风，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实际上，不仅众位卫兵，就连城中众人也是十分不解。现在站板上的鱼肉不是楚风他们吗？他凭什么说出这么嚣张的话？听不清吗？那我再说一遍，我说你们可以去死了。楚风再度说道，并且这一次说的很是大声。他说要我们死，你是要杀了我们吗？凭什么？就凭你这张嘴吗？傻了，这小子绝对是被吓傻了。这一次，众卫兵放声大笑，那讽刺的笑声直冲天际。而此时楚风也笑了起来，见楚风也笑，他们更加确定楚风是被吓傻了，于是笑得更加猖狂。可忽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杀意，那杀意冰冷刺骨，他们从未感受到过。而那杀意的来源正是楚风。为何一个区区小辈能够散发出如此杀意？就在众卫兵不解之际，一道巨大的界灵大门位于楚风身后浮现。下一刻，千万界灵大军浩浩荡荡的从那界灵门内飞掠而出，整齐的站在了楚风的身后。这一刻，先前还满是笑声的天际早已变得鸦雀无声，因为界灵大军不仅散发着强大的力量，更是散发着来自地狱深处的压迫感。在这股压迫感面前，那些卫兵也是吓得不寒而栗。他们终于知道为何楚风会说出那样的话了，原来这楚风竟真的具备着可以抹杀他们的实力。忽然，一道身影像要向那古塔飞掠而去，可还未靠近古塔，便发出了一声惨叫。原来那逃脱之人乃是卫兵首领，他眼见大事不妙，便想逃向那座古塔。可是谁曾想，还未飞出多远，一只大手便抓住了他，直接将他的骨头拧成了两段。此人正是修罗王。眼见着那般强大的卫兵首领都变得不堪一击，莫说那些卫兵，在场的所有人再度看向楚风，也都是目光大变，哪怕白大人和雨薇大人也同样如此。而接下来更加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强大的修罗王提着卫兵首领来到楚风身前，随后竟对着楚风施以大礼：“主人，这些喽啰当如何处置？”修罗王问道。杀无赦。楚风说道。那些人呢？修罗王话到此处，看向人群中最后的一队人马，那也是城中之人，只不过他们却是最先背叛雨薇大人，最先辱骂雨薇大人，也是最先跪在卫兵首领之前的叛徒们。修罗王显然也是觉得这些人先前的行为太过分，所以才问楚风要如何处置他们。至于楚风，看都没看那些人，而是直接说出4个字：照杀不误，照杀不误。这4个字一出，莫说其他人，就连雨薇大人也是内心一惊，那可是他们的同胞啊，楚风也要将他们全部杀掉。唰啦啦！可是就在他们思考还没反应过来之际，修罗大军已经动手了。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无数尸体已经被斩成2段，无数道残尸碎片夹杂着大片的鲜血，如同暴雨一般，正自虚空之上向下坠落。这一场面极度血腥，哪怕在场之人皆是修武者，也都见惯了打打杀杀。可这一幕仍是将他们吓得脸色惨白，甚至有许多人呕吐，甚至昏死了过去。卫兵虽看着可怕，可终归也是修武者，也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可现在数千万生命瞬息之间全部陨落，这手段也未免太残忍了一点。最重要的是，其中近100万条生命还都是他们曾朝夕共处的同胞。可是现在什么都晚了，修罗大军出手的速度太快了，只是一瞬间就将那些生命全部抹除。修罗大军的可怕已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可眼下最让人们畏惧的，却并非修罗大军，也并非修罗王，而是人群之中那道年轻的人类身影。此人自然便是楚风。楚风虽是真正的人类，并且面相也并不凶狠，可人们都知道，那让修罗大军大开杀戒的命令是他下达的，他才是这修罗大军的统帅。尤其是刚刚下达了格杀令的楚风，见到那残忍的一幕，竟面不改色。这让人们看到的不是楚风强大的心理素质，而是楚风的可怕。这一刻，所有人都被吓得不敢说话，甚至与楚风关系不错的白大人和雨薇大人也都不敢说话。此一时，这片天地的氛围变得微妙起来，但楚风却是不以为然，因为对于众人的反应，他早就司空见惯了。我记得刚刚辱骂我雨薇前辈的，好像不止这么点吧？楚风说话间，目光扫过人群，虽然辱骂雨薇大人的人数众多，可是那些人却全被楚风清楚地记在了心里。大人，剩下的也要杀掉吗？见状，修罗王对楚风询问道。而他问话的时候，手中还提着一个头颅，那乃是卫兵首领的头颅。就在刚刚，修罗大军动手的同时，他也顺便将卫兵首领彻底斩除。枪！而修罗王此话刚刚问出，其身后的修罗大军便再度将收好的兵刃给亮了出来，俨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楚风一声令下，第2轮屠杀便会立刻开始。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们知错了，我们真的知错了，我们也是被逼到的，那并非是真心话啊！这一刻，莫说先前辱骂过雨薇大人的人，就连那些没有辱骂雨薇大人，可却表明不再受雨薇大人领导的人们，也是吓得立刻跪在半空之上，对着楚风磕头求饶。甚至当他们跪下之后，虚空之上竟稀稀拉拉的下起了雨，可那不是雨，而是尿。许多人被硬生生的吓尿了，但其实也不怪他们，毕竟刚刚亲眼见识了楚风狠辣手段的他们，实在太害怕了。他们可不想落得惨死的下场。你们要跪的人可不是我，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那些人也立刻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于是赶忙调转方向，开始向雨薇大人求饶。求饶就算了，自掌耳光，不把你们的脸打烂，就要你们狗命！楚风说道。他的语气很是平静，声音并不响亮，可那语气之中的含义
却让人们不敢不从。于是阵阵响亮的声音不断炸响，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在放鞭炮呢，可实际上那是众人自掌耳光的声音。他们打得非常用力，不过眨眼之间便硬生生地把自己的脸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小少主，算了。雨薇大人也是于心不忍，于是上前劝道：“雨薇前辈，他们刚刚对您做了什么？您都忘了吗？”楚风问道：“算了，毕竟只是说说，也没有对我做什么。”雨薇大人劝道：“只是说说，那是因为你的修为在他们之上，他们自知不是你的对手，否则你以为只是说说？您信不信？若是卫兵首领将你控制住，然后让他们对你拔刀相向，他们为了活命，也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下手。”楚风问道。雨薇大人没有回答，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会不会这么做。对于这种人，就算您能忍，我也不能忍。楚风说道：“小少主，我知道你是好意，你是心疼老奴，只是他们毕竟也跟随了我多年，你就当给我个面子，不要杀他们，可以吗？”雨薇大人还是不忍心。雨薇前辈，我就是给您面子，他们现在才能活着，不然他们已经是死尸了。另外有一句话，我还想对雨薇前辈说，我楚风并非心狠之人，我也有心善的一面，但我的心善只给值得的人，所以雨薇前辈，您一定要清楚，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善待。此话说完，楚风又看向那些人，打，给我继续狠狠地打，我倒是要看看，我不说停，谁敢停？楚风此话一说出，那些人打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对自己打得更狠了。没办法，他们不敢停手。相比于死亡而言，这小小的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而眼见如此，雨薇大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听从楚风的安排。至于楚风，则是又将目光投向了那座古塔。雨薇大人，白大人，你们在这里等我。楚风此话说完，便率领着戒灵大军向那古塔行去。小少主，你去做什么？见状，雨薇大人赶忙追了上去。虽然他并不赞同楚风以如此手段惩罚众人，可他还是担心楚风的安危。我去会一会那暗夜之主。楚风说道。那老奴与你一同去。雨薇大人说道。雨薇前辈，您就留在这里，如若不然，可能帮不到我，反而会让我有所顾忌。楚风说道。而楚风的话都如此直白了，雨薇大人自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他想陪同楚风，是担心楚风安危，可假如他会成为负担的话，那他也会选择不去。于是他只得说一句：“小少主，务必小心。”前辈尽管放心，我心中有数。话落之后，楚风便转过身去。古塔外并没有结界封锁，所以楚风直接推开大门，便踏入了古塔之中。别看古塔从外面看不大，可是进入其中却是另有乾坤。但楚风早有准备，哪怕这里面错综复杂，可楚风却也是目标明确，没有半点的拖泥带水，而是快步前行。楚风早就看出这古塔之前应该是有结界封锁的，可是不知是何原因，那结界已经解除了。但不管是何原因，没有了结界封锁的古塔，在楚风眼皮底下就像是一张白纸，其中的一切楚风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楚风早在外面的时候就已经将这古塔看穿，不仅锁定了暗夜之主所在的位置，更是发现暗夜之主现在处于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但这绝对不是暗夜之主真正的水平。楚风猜测暗夜之主现在状态虚弱，可能与其刚刚苏醒有关，甚至推测暗夜之主命令卫兵首领将众人全部献祭，估计也是想要恢复自己的身体，所以现在就是对付这暗夜之主的最佳时机。若是等到暗夜之主真的恢复，那要死的可就是他们了。而很快，楚风便来到了一座大殿之内，这座大殿非常之大，甚至一眼看不到大殿的另一端，简直就像是砖墙盖造出了一个小型世界。而大殿的最中心有着一座磅礴的阵法，阵法方方正正，像是一个棺材，而中心则是躺着一道身影，那是一个人的身影，只是他的体长却达到了30余米，这分明就是一个巨人。不仅如此，他的额头之上还长出了2个犄角，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人化的妖物，只是他现在的肌肤就像是被烧焦了一样，所以只能看到轮廓，却看不清他的五官。而很显然，此人便是卫兵首领口中的暗夜之主，也就是这暗夜神河的主人。之前距离较远，还无法靠近暗夜之主的修为，只知道他刚刚苏醒，修为应该是退化状态，可现在靠近之后，哪怕其处于沉睡状态，倒是也能够隐约间感受到暗夜之主的修为。说来也巧，他的修为竟与修罗王一样，也是4品半神，而这个修为，现在的修罗王是完全可以对付的。主人，修罗王看向楚风，那是一种请求指示的目光。除掉他，楚风也不拖延，直接下达了格杀令。因为眼下这暗夜之主虽然散发了修为，可其实意识还不是特别清醒，乃是杀掉他的最佳时机。楚风此话刚出，修罗王便直接出手，他都没有动手，而是意念之间，磅礴的黑色气焰便自其体内涌出，而后那黑色气焰化作一只长达万米的巨手，向暗夜之主拍了下去。只是那黑焰巨手即将落在暗夜之主身上的时候，却忽然静止不动了，那个样子就像是被定在了虚空之中一般。可下一刻，突然巨响传来，那暗黑巨手也是化作黑色涟漪，如潮水一般向四面八方冲击而去，是一股力量硬生生将那黑焰巨手给撕碎开来。见此情形，修罗王也是赶忙拦在了楚风身前，至于剩下的修罗戒灵也同样拔出兵刃，整齐列队将楚风护在当中。他们都意识到那暗夜之主并没有真的沉睡，他乃是清醒状态，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必然是一场大战。果不其然，挡下修罗王一击之后，原本躺在阵法当中的暗夜之王，其身躯竟出现裂痕，随后其烧焦的皮肤便开始如外壳一般自其身体脱落，而伴随外壳不断脱落，暗黑之主真正的模样也是浮现而出。他的身躯依旧长达30余米，头发也是长达20余米，就散落其身后，头上长着2个长达5米，宛如牦牛一般的犄角。眼下他一丝不挂，可以看到他那健硕的肌肉，还真别说，
这暗夜之主不仅身材很棒，就连五官也是非常精致，只是唯一诡异的是，他身上的皮肤实在太白了，是那种没有血色的苍白，就像似人一般。所以别看他五官很精致，身材也极好，可给人的感觉却是可怕的。眼下，暗夜之主身躯已经漂浮而起，其身后漆黑的长发也是无风自动的飘荡起来，他的气息没有任何变化，可整个大殿就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伴随他的起身，剧烈的颤动起来。尽管同样是四品半神，可是他此时散发出的压迫感却是远超于修罗王。尤其是当暗夜之主紧闭的眼眸睁开之后，就连修罗王也是眉头皱起。暗夜之主的双眼乃是漆黑之色，而眼下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楚风之上。他的目光并不凶狠，可落在楚风身上，仍是楚风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楚风很清楚，别看暗夜之主此时散发的修为只是四品半神，但这绝非他真正的修为，他只是因为某种原因使得修为退化。但是楚风能够感觉得到，当他虚弱的身躯恢复之后，修为应该是可以恢复的。而只从他现在给人的压迫感便可以看出，他真正的修为绝对非常之强，甚至绝非半神境这么简单。就是你强闯本尊领地吗？居然如此弱！早知如此，本尊便不必强行苏醒了。暗夜之王打量了楚风一番之后，竟然开始嘲讽起楚风，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看那些修罗大军一眼，就宛如在他眼中这千万修罗大军根本不值一提。可楚风没有与其交谈，他知道这暗夜之主有多危险，于是直接暗中传音于修罗王：前辈，无论如何也要杀了他，否则我们今日都要死。楚风此话一出，修罗王手腕一转，亮出一把暗黑色的巨剑，随后更是凌空跃起，手持巨剑对着暗夜之主劈砍而去。这一剑威力极强，所过之处空间都被震得粉碎。而就是这强力的一击，只见暗夜之主缓缓抬手，他的速度明明很慢，可是偏偏只听枪的一声，他竟直接凭借单手就将修罗王的劈砍下来的大剑给接了下来，凭借手掌紧紧地将那把大剑握在了手中。而这一刻，楚风顿时暗叫不好，他发现暗夜之主的修为气息发生了变化，他已不再是四品半神，而是达到了五品半神境。此时暗夜之主也终于将目光投向了修罗王。修罗恶灵，本尊之前最喜欢杀的就是你们，想不到醒来后，本尊最先杀的还是你们。谁说这世间没有天意？本尊与你们相遇便是天意。此时暗夜之主的嘴角掀起一抹极其邪恶的笑容。